这节课呢，我要往下给大家讲新的一个小专题吧，求离心率或者是求取值范围，求离心率的值或者是求离心率的取值范围。好，我们看一下例题一，有关离心率呀，它的题比较多啊，所以大家要重视。F1、F2是这个椭圆的左右交点，这是交点在 X 轴的椭圆。我们迅速的画出它的草图。F1、F2是左右交点啊。我一边读题一边画，然后需要矫正的呢，我再重画。椭圆上存在一点 P， 使得线段 PF1 的中垂线存在一点 P， 使得 PF1 的中垂线我可以把两个交点的距离呀再拉近一点啊，要不然图看起来不像。这是 F1， 这个点是 F2。线段椭圆上存在一点 P， 使得线段 PF1 的中垂线恰好经过交点 F2。好，我目测一下，这是 PF1 是这样一条线，它的中垂线就是 PF1 这个线段的垂直平分线。它的垂直平分线恰好经过 PF2， 让我们求离心率 E 的取值范围。想一想应该怎么办呢？为什么要给我中垂线呢？为什么要给我线段的垂直平分线呢？我就开始剖析这个问题，找到它的突出的几何特征。为什么要给我线段的垂直平分线？那么线段的垂直平分线它有什么性质呢？线段的垂直平分线上的点到线段两端距离相等。原来它是委婉的给了我 PF2 是等于2C 的。PF2 是等于2C 的。离心率呢？离心率 E 要么它就等于 C 比 A， 要么它就等于根号下1减 A 方分之 B 方，反正我要找不等式。当我得到这个了之后它没有不等式而且这里边又没有 A， 我们再接着考虑，点 P 是什么样的点呢？点 P 是椭圆上的点呢，它在哪里不知道反正你只要做到 PF2 等于 F1、F2， 因为你是线段的垂直平分线上的点嘛，这就可以了。所以 P它是椭圆上的点， F2 呢它是椭圆的一个交点。我记得我们讲过一个知识点，椭圆上的点和交点的距离的最大值是 A 加 C。 交点在 X 轴， X 轴不是有两个顶点吗？其中一个顶点和它距离远的椭圆上这样的一个长轴的端点到其中一个交点的距离它是最大的，它是 A 加 C， 另一个端点到它的距离是最小的，这是 A 减 C， 就是它。显然呢 PF2 它是有范围的，它一定是大于等于 A 减 C 小于等于 A 加 C 的，而它呢恰好又等于 2C， 所以我们就找到 A 和 C 的不等式。 2C 大于等于 A 减 C 小于等于 A 加 C， 这是两个不等关系，我要分别表示。 A 减 C 小于等于 2C， A 加 C 大于等于 2C。 整理一下， A 是小于等于 3C 的， A 是大于等于 C 的。那么3除过来， A 除过去，不等号方向不变，因为它们都是正的，
它就是 e， 所以我得到 e 是大于等于1/3。a 是大于 c 的，把 a 除过去 ，e 大于等于 c 比 a， 不可能啊，可以的。是小于等于，刚才我误看了，它是大于等于 ，e 是小于等于1的，等于1是不可能的 ，a 等于 c 也是不可能的，只能是 a 小于 c，这个 c 小于 a， 所以离心率 e 的取值范围原本椭圆的离心率就在0和1之间，这是0，这是1，e 小于1，它就在0和1之间嘛。它还大于1/3，大于等于1/3，所以离心率 e 的范围是1/3逗1，左闭右开。这道题应该选 C 啊。这道题消化了哪一个知识点呢？消化了椭圆上的点和交点的连线啊，得到的这个线段。Pf2 一定是落在 a 减 c 和 a 加 c 之间的，所以掌握基本知识点特别的重要。刚才的那个题我们做完了，接下来我们看下一个题。大家可以尝试着自己做一做。下一个题，如果椭圆上存在点 P， 使得点 P 到两个交点的距离，题中没有给我椭圆的方程，我不知道交点是在哪个轴的，所以呢，我就把它默认为是交点在 x 轴的，这是左交点 F1， 右交点 F2。椭圆上存在一个点 P， 它到两个交点的距离的比值，这是2份儿，这是1份儿，设它等于 m， 它是2m。求此椭圆的离心率 e 的范围，找 c 和 a 的不等式啊。怎么找呢？点 P以及 F1、F2 构成了一个三角形 ，PF1 减去 PF2， 两边之差它是小于第三边的，小于2c。有没有等于的时候呢？人家并没有说点 P 它就是在椭圆上的点，没有说不可以落在端点处，所以当点 P 落在端点落在这个顶点处的时候 ，PF1 减去 PF2 可以等于2c。PF1 加 PF2， 我们回归定义，它的值我是知道的。PF1 加上 PF2， 它是等于2a 的，因为我设 PF1 等于 2m 了嘛，加上 PF2 是 m 等于 2a，3m 等于 2a， 所以 m 就等于2/3a。那这个式子呢 ，PF1 是 2m 减去 PF2 是 m 小于等于 2c，m 小于等于 2c，m 就是它带到这里来，所以3/2a 小于等于 2c，2 就不要了，把3乘过，把 a 除过去。所以1/3小于等于 c 比 a， 它是 e。e 呢，它本身还在0和1之间 ，e 又大于等于1/3，所以
最后的取值应该是1/3逗1。这道题我们选的。好，有关椭圆啊，求离心率有好多题，还有其他拓展的公式。我们初学的时候呢，先不要掌握那么多拓展的公式，因为它用的几率不太高，就掌握这些就差不多了。我们了解它是怎么去求，你要让我求范围，我就找不等式，确立不等关系。你要让我求值，我就找方程，你头脑中存在这个念头就可以了。好，这个专题就先讲到这儿，下节课继续往下讲另一个知识点。